你家洗衣机多久没洗过了？你有没有闻到刚甩干的衣服上飘着一股闷闷的酸味儿？你知不知道，那台你天天往里塞贴身内衣的机器，内壁夹层的细菌密度可能是马桶圈的几百倍。想想看，你全家人的睡衣、孩子的口水巾、老人的贴身背心，全在那堆看不见的霉菌里翻滚搅拌，是不是后背一阵发凉？再回忆一下，最近是不是遇到过这些情况？衣服晾干了，还是有股说不上来的馊味儿？家里人穿完刚洗好的衣服，胳膊弯、脖子根莫名其妙冒小红疹，白色 T 恤越洗越发灰发黄，怎么加漂白都救不回来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怪洗衣液不行，换了3、4个牌子还是老样子。有人觉得是自来水水质差，装了前置过滤器也没改善。其实真正的元凶根本不在外面，就藏在那台你从来没深度清理过的洗衣机肚子里。有检测机构拿 ATP 荧光仪测过，一台使用超过3个月没清洗的洗衣机，内外统夹层每平方厘米的菌落数能达到几十万个单位，大肠杆菌、霉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一个不少。你每天把孩子的小袜子、大人的内裤扔进这种环境里，说难听点，这不是洗衣服，这是拿脏水给衣服镀一层肉眼看不见的细菌膜。今天这期内容，我把10年维修师傅压箱底儿的方法一次性全掏给你，零成本，不拆机，不请人。厨房里最普通的2、3样东西，3分钟启动，让你的洗衣机自己把积攒多年的黑泥脏水全部呕出来。整套流程我会讲2种方案加2个隐藏死角，特别是最后那个右下角的小暗门，很多人用了10几年洗衣机都不知道那里能打开，更不知道里面已经烂成什么样了。信息量很大，建议你现在就点个收藏，回头照着做。咱们先搞明白一个底层逻辑，洗衣机看着挺干净，不锈钢内筒锃光瓦亮的，怎么就这么脏？你把内筒想象成一个圆筒，它的外面还套着一个更大的圆筒，中间隔着1指宽的夹层。每次洗衣服，衣服上脱落的纤维碎屑、人体皮脂、口袋里忘掏的纸巾渣，再加上自来水本身带的钙镁离子，这些东西大部分随水排走了，但总有一小撮粘在夹层内壁上赖着不走。日积月累，这层垢越来越厚，洗衣机内部又常年潮湿，温度适宜，不见阳光，简直是霉菌的5星级酒店。每次你按下启动键，水流冲过夹层，等于把这些脏东西重新搅起来，再均匀地糊到你的衣服表面。一句话总结，不洗洗衣机就等于永远在用1盆隔夜脏水涮衣服。道理讲透了，咱们动手。第一套方案3样，厨房食材搞定。材料：小苏打、白醋、食盐，就这3样，买最便宜的散装就行，总共不到3块钱。第一步，调配，找个碗，舀2大勺小苏打倒进去。小苏打本身弱碱性，溶于水之后能分解油脂，乳化污渍，这是它去污的核心原理。接着倒白醋，量不要心疼，至少半瓶盖。白醋是酸性的，专门克制水垢里的 ITE 钙镁结晶，酸碱碰撞的时候会剧烈冒泡，那些气泡能钻进污垢缝隙里，把脏东西顶松。再加1平勺食盐，盐的渗透压能破坏细菌细胞膜，起到物理杀菌的效果。最后兑入半碗温水，搅匀，溶液就配好了。第二步，上机，把溶液均匀洒在内桶壁上，有喷壶就喷，没喷壶就用手泼，只要挂满水珠就行。然后拿一条不要的旧毛巾扔进去，这条毛巾是关键道具。机器转起来之后，毛巾在桶壁上来回甩打，相当于几百只手同时擦洗，物理摩擦力直接拉满。
第3步，运行。关上门，选择标准洗涤模式，按启动，让它完整跑一个程序，中间不用管。小苏打负责溶解油脂，白醋负责瓦解水垢，食盐负责灭菌，毛巾负责刮擦，4路夹击，夹层里的脏东西无处躲藏。等排水的时候你去看一眼，保证那水又黑又浑，飘着一坨坨毛絮状的恶心物体。看到这种水你别怕，说明起效了。跑完程序之后，再用清水空洗一遍，把残留冲干净。最后打开机门，用干抹布把内壁擦一圈，你会发现桶壁摸上去涩涩的，滑腻感全没了，凑近闻也没有任何异味。整台机器像刚出厂一样清爽。第2套方案，给懒人和重症机器准备的。如果你家洗衣机好几年没洗过，污垢已经板结了，或者你手边刚好没小苏打，那就直接上84消毒液。操作极其简单，拉开洗涤剂盒，往主洗格里倒入半盖84，关上盒子，选一个5到8分钟的快洗程序，让它空转就行。84的次氯酸钠成分能强效氧化有机物，霉菌碰上它基本秒杀，漂白能力也能让发黄的桶壁恢复本色。但有2条安全红线必须守住。第一，84挥发出的氯气刺激呼吸道，操作时务必开窗通风，人别在旁边杵着。第二，跑完程序后一定要再用清水空洗一轮，把残留彻底冲掉，否则下次洗衣服的时候，你那件新买的黑色卫衣可能会被飘出花来。2套方案任选其一，内桶夹层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但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，远远没有。接下来我要讲的2个死角，才是整台洗衣机里最恶心、最容易被无视的地方。第一个死角，滚筒右下角那个小暗门，你现在就可以蹲下去看看你家滚筒洗衣机的右下角，是不是有一块长条形的塑料盖板？很多人住进来几年了都没注意到这东西，这是排污口，也叫紧急排水阀。洗衣服时掉出来的硬币、发卡、纽扣，还有拦不住的线头毛絮，最终都会沉到这里。日子一长，这里面就积了一潭黑乎乎的臭水，粘稠的像浆糊，闻起来能让你反胃。清理方法，拿一枚硬币或者平头螺丝刀插进盖板缝隙，轻轻一撬，盖板就弹开了。注意，打开之前先在下面垫一条大毛巾或者放一个浅盆，因为一松开就会涌出脏水。盖板打开后，你能看到一个圆柱形滤芯，逆时针旋转拧出来，你会看到上面缠满了头发、布条、黑色粘液，画面相当冲击。拿到水龙头底下用旧牙刷刷干净，顺手把滤芯孔洞里的异物也掏出来，装回去的时候顺时针拧紧，盖板扣好。这个位置我建议至少每1-2个月检查一次，养成习惯之后根本不费事，就跟倒垃圾一样顺手。第2个死角，门口那圈灰色橡胶密封圈，你用手把那圈橡胶翻开看看，尤其是底部6点钟方向，是不是一片黑斑？那不是污渍，那是活生生的霉菌菌落。每次洗完衣服，门圈褶皱里都会残存积水，加上皂液残留提供营养，这里就变成霉菌的自助餐厅。有些人衣服洗完发现上面沾了黑色小点，就是从这儿蹭上去的。如果只是浅层脏污，湿布一擦就掉，但如果已经长出黑色霉斑，普通擦拭根本拿它没辙。这时候你拿几张厨房纸巾，浸透白醋加小苏打的溶液，或者直接蘸84消毒液，像敷面膜一样贴在发霉的位置，敷一整晚。第2天早上揭掉纸巾再一擦，
霉斑基本全没了，橡胶圈恢复灰白原色。如果霉斑特别顽固，就连敷2晚，不要用钢丝球硬刮，会破坏橡胶表面，反而更容易2次发霉。好，咱们快速过一遍今天的核心要点。第一，洗衣机内外筒夹层是脏污重灾区，必须定期深度清洁。第二，主方案用小苏打加白醋加食盐，配合毛巾摩擦；备选方案用84消毒液空转，2种都有效，都便宜。第三，右下角排污滤芯和门圈橡胶密封条是2大隐藏死角，不清理等于白洗。再送你3条日常保养小习惯，做到了洗衣机根本脏不起来。第一条，洗完衣服别关门。很多人顺手把门一合，觉得整洁好看，其实等于给霉菌盖了床被子。正确做法是洗完之后把门敞开，让内部彻底风干再关。第二条，洗之前掏空口袋、纸巾、碎屑、硬币、发夹，这些东西进了夹层就是细菌的粮食和堵塞的元凶。花3秒钟翻翻口袋，能省掉后面大量麻烦。第三条，每2到3个月做一次深度清洗，不要等衣服臭了才想起来，就像牙齿不能等蛀了才刷。预防永远比补救省力。一台干净的洗衣机洗出来的不只是没异味的衣服，更是全家人贴在皮肤上的那份安心。尤其家里有小宝宝、有老人、有皮肤敏感的家人，这件事真的不能拖。觉得今天这些方法实用的，点个赞，顺手转发给你妈、你老婆、你合租的室友，让身边人都少花冤枉钱。你还有什么清洁方面的困扰，或者试完之后排出了什么惊人的脏水，拍下来发评论区，咱们一块儿看看谁家的洗衣机最重口味。我们下期聊一个比洗衣机还容易被忽略的家电清洁盲区，感兴趣的先关注，别错过。